1949年5月，上海西口路一间昏暗的酒吧里，一名八女正依偎在酒客怀中，经营着她最后的生意。此时的城外，解放军的炮火已隐约可闻。不到1个月后，这条被称为血巷的酒吧街，连同那些曾经的喧嚣，逐渐烟消云散。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赶到上海记录这一切的是来自美国《Life》杂志的摄影师杰克·伯恩斯。1947年，接到前往中国的采访任务时，伯恩斯一边是兴奋，一边则是惶恐，生怕自己无法驾驭这个重大的题材而坐立难安。这种担心也并非全无道理，毕竟那时的伯恩斯还并不知道他即将前往的是怎样一个中国。于是，在3台相机之外，他还在行李箱里塞了几件昂贵的西装，想着可以作为社交场合时体面的穿着。让他始料不及的是，原本想象中的体面工作会被接下来目睹的一切彻底击碎。1947年11月，走出机场，上海已是深秋，不断涌入的难民，疯狂贬值的法币，煤炭短缺下的限电，整个城市已经弥漫着山雨欲来的动荡。伯恩斯很快发现，他那套放在华贸饭店行李箱里的昂贵西装，在充斥着积水和乞丐的街道上，只会让自己成为被难民包围的目标。于是，他重新换上了美军的旧夹克，这也更方便隐藏他的禄来相机。街头的拍摄工作也不太容易，伯恩斯从日出拍到午夜。至于伙食，大多是随遇而安，有时候饥饿难耐，就向小贩买些烤红薯充饥。跨越城市的交通工具，则是依靠美国空军战争公积金项目提供的 C-46和 C-47型运输机。这些飞机大多承担着空中货车的职责，伯恩斯和他的同事罗恩只能坐在一袋袋面粉和邮包或者装着机关枪子弹袋的木箱上，而驾驶飞机的多是些飞行老油条。他们开起飞机随心所欲，有一个家伙就向伯恩斯吹嘘，他醉的时候比清醒的时候开得更好，所以他经常在飞行前喝得醉醺醺的。北方的天气让拍摄的工作变得十分艰难，东北0度以下的严寒让相机难以操作，冻结的相机机械油会导致快门失灵。伯恩斯必须将相机藏在厚重的大衣里面，利用体温来维持机械零件的活动。然而，更让他难过的却是眼前的场景。我在战壕里见到了很多稚嫩的面孔，他们看起来只有14、15岁，背着比他们身体还高的步枪。这些孩子在战斗开始前，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站在这里，也不知道对面的人是谁。局势瞬息万变，从北到南，避难的人流填满了每一处码头与机场。除了被挤满的火车车顶，原本现在40人的 C-46运输机，最终机舱地板上常常蜷缩了近100人。在起飞前的最后时刻，由于载重受限，那些被视作财富的皮草等贵重家当也被成箱地扔下机舱，任由它们散落在机场的跑道上。那些最终能爬上火车挤进机舱的人们选择了逃离，而那些没有离开的人也努力寻找着自己的出路。在上海老城的棺材铺里，伯恩斯遇到了一群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他们多是逃难而来的劳工或赤贫的家庭，因无力支付暴涨的房租，便以极低的租金或是自己的劳动，在这里换取一小块空间作为栖身之地。他们在码放整齐的棺材旁切菜、做饭、睡觉，这里面有老人也有孩子。此时此地，生与死的界限已经如此模糊。令伯恩斯感慨的是，即便住在这种地方，那些妇女依然会把棺材周围的地板清扫得干干净净。不过，这种卑微的秩序在极端的匮乏面前显得脆弱不堪。伯恩斯与同事罗恩在苏州河码头采访时，眼睁睁看着40多名难民冲上一艘货船，那里装载着联合国援助中国价值近2000万美元的救济援面。人们用手撕，用铁钩拽，洁白的棉团在空中横飞，随即被塞进肮脏的麻袋，接着便转手卖给码头的棉贩，换得一些铜板。面对这种公然的劫掠，警察通常只是站在不远处冷眼旁观，直到人群即将散去，
才会上前象征性地挥舞几下警棍。伯恩斯洞察到了这种底层社会特有的默契，不断恶化的通胀，让当时警察的月薪甚至无法换回全家人几天的口粮。1948年8月发行的金圆券，短短4个月后就贬值了150倍。到了1949年4月，这个数字已达到恐怖的6万倍。在这种指数级的坍塌面前，警察领到的那点工资根本跑不赢每小时都在翻倍的黑市米价。随着通胀的最后一次脉冲，上海的金融秩序已然崩溃，原本固若金汤的防线也开始随之南移。伯恩斯一路追踪着这场大溃败的轨迹，从上海到了作为临时首都的广州。在那里的白云机场，他目睹了比沈阳撤离时更密集的飞行，不再有棉花或粮食。CIT 运输机的机舱里塞满了政府的红头文件，贴着封条的档案箱，以及神色匆匆的官员家眷。而对于那些拿不到优先疏散证件、无法登上飞机的人来说，只能拖着残存的家当，在铁丝网与哨兵的注视下，试图挤进那个不可预知的未来。在香港的典当行里，伯恩斯再次见到了他在北方机场见过的那些皮草大衣，这一次他们是被经济窘迫的主人遗弃在这里。很多跨过罗湖桥来到这里的难民，曾经的体面被压缩成了几张局促的床位。而在九龙的码头，更多的人正拎着他们装满公文或旧衣服的行李箱，在湿热的空气中等待着下一个不可知的落脚点。1949年5月，伯恩斯再次返回上海，记录下了文中开头的那一幕。此时，仍有一些外籍侨民在上海等待着归家的轮船。华茂饭店的顶层酒吧也依然灯火通明，服务生穿着烫得笔挺的制服，戴着白手套，精准地为顾客们斟上冰镇的香槟。在过去几年的动荡里，侨居人士手中的外币让他们生活并未受到金融崩溃的冲击。远处黄浦江畔停泊着准备撤离的美英军舰，网球场的草坪上穿着白色运动服的外籍侨民正在优雅挥杆。1949年5月17日凌晨2点39分，美军撤退的最后时刻，伯恩斯登上了上海龙华军用机场里的美国货机，他离开了中国，带着他近2年里记录的珍贵历史。让伯恩斯沮丧的是，他的大部分照片因为和当时《生活》杂志的创办人亨利·卢斯观点不一致，最终并没有被《Life》杂志刊登。伯恩斯十分不解，我只不过是客观地记录了一个饱尝战争之苦的民族，记录他们极度艰难的日常生活。从1900年义和团起义到1947年，这个国家的百姓遭受了太久的战争煎熬。然而，这些记录日常生活的照片却被认为毫无新闻价值。对于他们不能获得出版，我懊恼万分。就这样，这些照片在 Life 的图片库里静静躺了半个多世纪，直到他们被另一位著名摄影师刘湘成偶然间发现。终于，2003年，伯恩斯记录的这段历史，以内战结束的前夜美国生活杂志记者镜头下的中国出版发行。此时，伯恩斯已经80高龄了，却依然难掩内心的激动。这些照片在抽屉里等了50年，终于可以说出他们想说的话了。在那段多灾多难的日子里，坦率地说，我只是深深地同情中国的老百姓。在当时，我尚未意识到，有朝一日，我这些有关中国的照片会成为对一个历史转折时期的真实记载。